下面来钩织第二部分，沿着第一部分继续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长针，下面请看演示。这里的行数顺沿第一部分的行数，也就是先来钩织第56行，先接线。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在相邻长针上钩2个长针，接着间隔1个锁针洞，在3针枣形针左右的锁针洞分别钩2个长针，钩好后，在左侧这个锁针洞钩3个长针，来看一下，把右侧这3个锁针洞里钩织的针法当作是一组，对照图纸，继续重复钩墩组数。对应组数钩好后，在3针枣形针左右的锁针洞里，再分别钩2个长针。然后在左侧锁针洞再钩1个长针，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这样第56行就完成了。下面大家对照图纸一直钩完第59行。下面来钩织第60行，这行又是钩织花片，并且除了第一个花片只需要连接1条边，其余的花片都需要连接2条边。对照图纸，先把第一个花片需要连接前的位置都钩好，也就是钩好第2条边，这里我已经钩好了。接着来钩织脚，先钩3个长针，接着钩1个锁针，然后取出之前钩好的部分，与第59行进行连接，找到第59行第4组的旁边缝隙，也就是这里，放开线圈，从这个缝隙将线圈钩出，然后再钩2个锁针，这样就连接了一次。接着把这个角钩好，钩好后来钩织边，需要边钩边与第59行连接。从第3组锁针洞里将线圈钩出，
然后钩一个锁针，继续把这条边钩完。注意与第59行连接。钩好后，来钩织第3个角，先钩织3个长针，然后钩锁针时，与第59行的起立针连接，先钩一个锁针，从起立针上将线圈钩出，再钩2个锁针，继续把这个角钩完。完成后，把花片剩余部分钩完。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这样第1个花片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织第2个花片，同样先钩完连接前的位置。这里我已经钩好了，开始先与第59行连接。方法和前面相同，把这里钩完。钩好后，再与前1个花片进行连接。注意这个角位置与第59行连接后，就不用再和前1个花片连接了。继续把剩余的边和角钩好，注意与前1个花片连接。这样第2个花片也钩好了。下面大家把剩余的花片都钩好，后面的花片也都需要与第59行和前1个花片进行连接，方法都一样。具体的入针位置参考图纸钩织，大家一直钩完第7个花片。下面来钩织第8个花片，这里我演示一下这个花片的钩织。先锁针起3针，然后与第1个锁针引拔，
拉紧，这样起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织第一行，立3个锁针起立，接着在起针的洞里钩一个长针，找不准位置时可以大致入针。3个锁针，再钩3个长针，3个锁针，最后钩2个长针。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织第二行，先在上一行起立针上接线，立3个锁针起立，接着在左侧锁针洞里钩织角，钩好后钩一个锁针，继续在左侧锁针洞里再钩一个角，钩好后在上一行最后一个长针上钩一个长针，预留一点线头断线，这样第二行也完成了。下面来钩织第三行，这一行钩织时需要连接，先接线，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接着在第59行最后一针将线圈钩出，然后在上一行起立针上再钩一个长针，接着从相连锁针洞将线圈钩出，钩一个锁针，继续对照图纸把剩余部分钩完，注意与第59行及前一个花片连接。
最后在上一行最后一针上再钩2个长针，预留一点线头断线。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第8个画片也钩好了，第60行也全部完成了。下面大家对照图纸一直钩完第64行。下面来钩织第65行，先接线，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再钩2个锁针，接着在左侧这2个锁针洞钩一个长针减针，再钩3个锁针，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最后一个长针减针钩好后，再钩一个长针，预留一点线头断线长线。这样第65行就完成了。下面大家对照图纸，把第66行也钩好。下面来钩织第67行，先接线，立3个锁针起立，然后在左侧锁针洞里钩2个长针，接着在第65行第一个长针减针之间钩一个长针，钩针绕线2圈，穿入这一针之间，将线钩出，稍微拉高线圈，然后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3次。注意包裹第66行，这样一个长针就完成了。接着在左侧锁针洞钩3个长针，接着在第65行第2个长针减针之间钩一个长针，钩好后左侧锁针洞钩2个长针，下面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
最后一个长针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这样第67行就完成了。后面的行数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勾好即可，用到的针法和方法都演示过了。第71行花片的钩织及连接的方法也和前面相同，只是这一行与前一行连接时都是穿入两针之间将线圈勾出。下面大家对照图纸自行钩织即可。这样第二部分也讲完了。下面来学习第3部分的钩织。这一部分的钩织基本与第二部分相同，从第二部分第56行最后一针同一位置接线开始钩织。这一部分的行数也是顺沿第一部分的行数。下面大家对照图纸自行将这一部分钩完即可。这样第3部分也讲完了。接着来钩边，沿着前3个部分的边缘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3针并1针。下面即看演示。这里我继续用小样演示，将主体的正面对着自己，从第一部分第一个花片拐角锁针洞接线，立一个锁针起立，然后在这个锁针洞里钩3个短针。接着沿着花片的针目和锁针洞钩短针。后面遇到花片位置时，都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即可。花片位置钩好后，到了每行的侧边，边缘是起立针，9条起立针钩2个短针。遇到边缘是短针时，9条短针，侧边1到2根线钩1个短针。继续起立针处9条起立针钩织。遇到边缘是长针，9条整个长针钩织。后面遇到2个锁针起立时，也是调起立针钩2个短针。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侧边钩完。到了拐角位置时，在这里钩3个短针。钩好后，到了第二部分的最后一行，调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把这里钩完。这一行最后一针钩3个短针。后面遇到这样的拐角位置时，多在拐角钩3个短针。往下到了第二部分的另一侧边，同样按照之前侧边的方法钩织。后面钩织时遇到长针减针或者并针时，
都是挑未完成针钩织。钩好后，到了第二部分结束位置和第三部分开始位置，在这里钩一个短针3针并引针，先在第二部分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然后在第二部分最后一针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接着在第三部分起立针位置钩一个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样一个短针3针并引针就完成了。下面继续沿着第三部分的侧边钩织，后面的钩织方法与前面相同。大家把钩边钩完，钩边的短针入针位置，大家可以参考图纸，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钩织，只要钩好后织片平整即可。钩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拉紧，然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这样钩边就讲完了，主体也就全部讲完了。下面制作装饰，用剩余的线材制作绒球，成品绒球直径大约5到6厘米。绒球的大小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制作，如果有绒球器可以用绒球器制作，如果没有绒球器也可以用纸板或者是自己喜好的方式制作对应大小的绒球。下面分别给大家提供绒球器和纸板制作绒球的方法。使用绒球器制作绒球的方法，常用的绒球器一般有4种型号，型号不同，做出的绒球大小也不同。做出的绒球直径分别为 3.5 厘米、5.5 厘米、7厘米和9厘米。大家根据所需绒球的直径选择合适大小的绒球器。一组绒球器是这样的两半，将上面的搭扣都打开，然后将这里的点和圈相对，分为2个弧形，然后取出线材，将线在弧形上缠绕。大家尽量缠得均匀一点。将这一侧弧形大致绕满，或者绕到需要的圈数。一侧完成后，换个方向缠绕另一侧。大家将这一侧也绕完。缠绕完成后，对折，将这里的搭扣扣上。
线头剪断，从绒球器中间的缝隙处将线剪开，另一侧相同。接着剪去一节30厘米左右长度的线，从绒球器中间的缝隙处打结固定，线头尽量拉紧一点，到另一侧再打结。大家多打几个结，固定牢固。然后放开绒球器，揉搓蓬松后，用剪刀将其修剪得更圆润一点。这就是绒球完成后的样子。用硬纸板制作绒球的方法：准备一个宽度比绒球所需直径多1厘米的厚纸板，也就是说，如果所需绒球的直径为4厘米，那么硬纸板的宽度则为5厘米。在中间剪出一个口，然后在纸板上绕线。圈数不同，绒球的饱满度不同，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和剩余线量来调整。缠绕完成后断线，然后剪取一节比较牢固的同色线，将所有线圈包住，打结。穿到另一侧继续打结。多打2个结固定。然后从纸板上取下线圈，剪开两端的线圈，揉搓蓬松后，
用剪刀将其修剪出球状。这就是用硬纸板制作绒球的方法，可以用细绳将绒球固定到织物上。绒球制作好后，缝到主体第一排下方，和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结束位置。第一排在下方每个画片其中一个角位置缝合，一共16个。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分别为8个，这2个部分大致均匀缝合即可。成品这里每个绒球之间大致间隔13针。具体绒球的分布，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决定。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缝合前可以用缝针将绒球线挑散，完成后将其中一个线头穿入缝针，然后穿入对应位置。将2个线头打死结，最后将线头藏好。将另一个线头也藏好，这样一个绒球就缝好了。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其余的绒球也缝好即可，这样装饰也讲完了。到这里，这款披肩就全部讲完了。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客服联系，叔叔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